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做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声不好意思，因为这周我去打皮秒雷射，而这个疗程需要7天的修复期，所以我现在脸上还是泛红的状态。所以本月的最后一次特报，请让我戴着口罩拍。台湾 No.1。本来想说这周休息一次，但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我这装扮也算适合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就这样拍了。因为要聊的是关于1年多前我提告小草网红夜市特工的后续发展，我刚好就是受害者本人的角色，不断被骚扰，但最终还是戴着口罩勇敢站出来指认加害人。平时讲的都是别人发生的事件，今天难得借由我的亲身经历来让大家参考并理解蓝白粉专亲共人士小粉红们都是怎么利用假资讯来带风向抹黑攻击别人的。那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带各位听一首歌。可自不是否会被害，然后被骂全都白，可自完全还抽空来，我的思维别再耍呆，射上 VPN 开起来。1000块无害，影片检索不卡带，输入优惠秒下载，再也不怕谁来害。Surfshark VPN 开起来 ，Surfshark VPN 网路数据不留痕 ，Surfshark VPN 守护各自的超人 ，Surfshark VPN 一键启动防护灯。Surfshark VPN 将你防护不落本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这个事情也有点久了，所以我快速说明一下时空背景。事情是这样的，我在2023年12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拍过一支影片，控诉柯文哲官方 YouTube 频道造谣抹黑攻击我。当时夜市特工在柯文哲的 YouTube 频道直播中，公然造谣拿假对话抹黑我。那在我发现并且与他本人沟通无效之后，我就请律师提告。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司法调查，总算是在这个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他有犯罪事实，确实造谣抹黑我。于是夜市特工，也就是叶廷伟本人遭到检察官提起公诉，这个是刑事会留下前科的。而当时叶廷伟使用以下 P 图对话造谣我，在直播中说要拆穿我的面具，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些 P 图内容，主要是假冒我说小粉红流量那么高，一定要继续拍，能赚就赚，拍小粉红就能有收入，那些政治脑粉还会怎么样也不起好，造谣也不造好，还有这个反正到时如果真的中国打来，我也不会出去打仗，逃都来不及，存钱到时去日本或美国都好，以及恭喜同差恋总统当选，不枉费我撩他，虽然恶心但选上就好等等，这种类似假冒我的 P 图对话，网络上也不少，但主要在流传的就是这些，而且后续也被很多蓝白草粉专拿去散播 ，YouTube、抖音上也有不少，导致假资讯越传越广，不论是不了解我的人，可能就真的信了。脸书上这个匿名的郑克爽粉专，当时也有 po， 这粉专其实就是国民党专门做来攻击台派的粉专。根据国民党一级爆破室钟小平的分享，该匿名粉专背后是国民党青年军总团长林嘉欣经营的，果然是会使用死亡联署的亲共政党，如此擅长使用假资料来造谣。也顺便跟大家补充，叶廷伟在出庭时有找我前公司老板跟打手当证人，结果前公司直接切割说这对话是在抖音上看到的，他们也没有原图。检察官在起诉书提到，证人对于如何取得对话以及如何查证等细节，不仅证述不一致，又无客观事证可佐，除认该对话图片之真实性有疑问，所以网络上这些造谣我的 P 图对话，检察官查完也认证是假的。那这件我从被造谣，然后不断澄清，然后又被造谣，直到检察官认定有犯罪事实，将对方提起公诉，给我一个公道。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今天这支影片制作成本非常高，重点还没做完，不容易啊。这一大段时间，我有发现有一小部分真的是台派的观众，也误会我，真的是心很累。我发现的时候还无言到笑出来，虽然我现在很云淡风轻的说，但遇到这事情的当下，也是会觉得烦跟难过。而且除此之外，我更多的感受是担忧。各位想一下，像我这种立场如此明确反共的人，我都说了这辈子要死在台湾了，中共敢打我一定战到底。我们不只说，实际在做的事情也都是反共挺台，没有在那边阴阳怪气台湾人。那我这种都能被这些劣质的 P 图对话造谣成功，那其他台湾人怎么办？重点是我第一时间就澄清了，但这种抹黑攻击就是不管
管你的澄清，他就是一直洗，只要让他先洗到没看过你澄清的人，或是对你不了解的人，那他就抢占先机，因为他会在对方心中先留下一个刻板印象在。真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就像我跟我前公司的官司，一审判决下来，频道已经确定是我的了，我的波特王商标也已经打到最高法院了，就确定是我的了，证明我没说谎，是对方在胡扯。但这些人他不看判决书的，他可能也看不懂，然后又不请律师，但他却会拿着错的资讯来攻击洗你的版面。这真的到现在都还是会有87说我抢前公司的频道，我才是差点要被抢的人好吗？而且这种用脑想一下就知道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却信以为真。我如果真的抢人家频道，我有办法判决出来之后还用到现在吗？我自己经历这些事情，也让我想到小英的博士论文事件。难怪小英会被造谣那么久，人家的母校都已经澄清了，甚至卸任后还亲自回母校参观，结果到现在都还是有人不信蔡英文真的在那边拿过博士学位。因此我想，即便我最后告完，网络上对我的攻击也不会因此停下来。只要我继续揭露中共的破事的话，这些就不会停。当然，这些人对其他台派人士的攻击也一样，不过我该做的还是会做，只是今天希望借由我的案例来让各位明白，这不是单一事件，这就是一种战术。那些亲中共人士，那些不满你替台湾发声的人，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各种方式来颠倒黑白，误导视听，毁掉一个人的名誉。你不回，他说你心虚了；你回了，对方不是装没事继续醒，就是换新的东西来继续造谣。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蓝白支持者跟小鹏你们能接受这样？你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个人跟你说话3句里面有2句是假的，1句是要挖坑害你的，那你发现之后还会继续跟这个人当朋友吗？你还会听他接下来说什么吗？不会嘛，不可能有人这么蠢嘛。那这些在攻击我的人，我都跟你说他是假的了，我最终也证明他是假的，那你们怎么还会继续听这类人心的造谣？还是这是我的认知盲区？世界上就真的有人蠢成这样？这种抹黑攻击手段会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精致，真的很难杜绝。所以我建议大家应对方式就是主要看这个人实际做什么，这样是最准确的。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反共，结果他实际行为都是在配合中共，甚至还会暗藏一些阴阳怪气的论述来帮中共说话，或是与中共官方口径相似，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信。不要只听他说什么，也要看他实际做了什么。面对这种攻击，对方是团队在打我一人，但我还是选择站出来，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希望大家能警觉，这样的资讯战、认知作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参选的普通市民欸，你今天看到的是我，明天也可能是你，或是你信任的人被这样攻击。所以透过我的案例，各位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会这样做，不要等到自己也中招了才惊觉这些恶意有多深。也欢迎帮忙多分享这支影片，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唯有真相被看见，谣言才有机会被压制。如果不正视、不介入、不反击，久而久之，真话就没人敢说，说真话的人也会一个一个被沉默。对了，说到这边，有些观众可能会想问说，有没有顺便告柯文哲？毕竟这是他频道上散播出来的，而且当时还是总统大选期间，那个流量多夸张啊！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先说结论，这部分想告，但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设好断点了。当初我发现之后，有直接联系民众党党部，结果民众党回说这是叶廷伟的个人行为，他们不会预先审查对话内容，还装得很像要帮我一样，说会在留言处说明提醒。我就已经跟你说是造谣 P 图的，你留言提醒个头啊！应该直接下架影片吧？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你团队这种处理方式，还好你没选上。我自己看到这回应是觉得对方在找借口，毕竟大家都不是第一天做影片的人，我也录制过不少节目，就算不知道来宾整段细节要讲什么，但肯定也会知道访问大纲吧。录影前都会先沟通一下大概要聊什么主题，不然人家哪知道请你来干嘛。而且叶廷伟在讲的时候是请现场的导播协助帮他把 P 图对话放出来，那这不就代表档案事先已经给你们了，不然哪能说放就放。总之民众党就是这样凹，加上不是从柯文哲口中说的，他们团队的人也可以装死到底甩锅给来宾就好。所以该次事件才先提告叶氏特工。叶廷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段故事啊，不过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一下，也是第一时间就被民众党切割了，而那段大选期间你都被切割了，却还在那边扛气球阿贝，现在回头来看是不是格外讽刺呢？我明明也跟你说那是假对话，你偏不信，硬要跟我吵，后续还要开直播攻击我，然后我都说要告你了，你还不相信我会告你，你还记得这些吧？所以你后来出庭后，你怎么不跟你观众说真的被我告了？那也希望大家帮我集气，预祝这件事有好的发展，也预祝叶廷伟行安。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波特王根本是老共派来扰乱我们台湾的，请问这位网友有没有认错人？再说一次口诀：波特王是魔法师，比特犬是狗，不要搞错人了，不然我扰乱了什么？我呼吁大家罢免蓝委，揭露中共大外宣套路，讲中共自己做过的破事，这样叫做中共
派来扰乱台湾的，那中共其实是台独分子吧？好奇怪，正常这种言论搭配波特王这种话题人物底下，应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才对。我试一下，我反共，我挺台独，但我不喜欢民进党目前的执政状况，过度反中，能源政策错误，批斗在野党，为了意识形态反对等等。我也反对搞大罢免这套来内耗。这世界不该只有2种声音，并非不支持你就是不爱台湾，并非讨厌绿就是中共同路人。我就看看我的留言会不会被删掉。真的奇怪的是你的言论。首先，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支持我就是不爱台湾了？讲这种话太狂妄了吧？啊，你上来就扣帽子造谣，不封你这种87封谁？而且请问你什么叫做批斗在野党？去了解一下，国民党是目前国会最大党啦，还说自己反共挺台独，但却不支持大罢免清除亲共蓝委。你如果不是来乱的，就是逻辑错乱。因为你如果真的反共，那你肯定看不下去那些蓝委想推的亲中共政策，自然就会去支持下架那些中共代理人，而不会说这是内耗，这叫清除癌细胞好吗？而且你知道谁跟你一样也反对大罢免吗？那就是中共。国台办这周记者会还呛大罢免，声援国民党。中共骂台湾政府是绿色恐怖，这个独裁政权到底是有什么脸说这种话？何况大罢免是台湾人民看不下去主动发起的，民进党的角色反而是在协助人民而已，不像国民党是直接用死亡连锁在抄名单好吗？所以你前一句话讲完，下一句又打脸自己，到底是在讲什么？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反不反共问题了，是你讲话很反智。然后我看你是真的很想被我封啊，你一直想要证明说我会封锁人啊，这个有什么好证明的？我不就说过我会封锁了？现在网军假账留言那么多啊，你一直留言说看看我留言会不会被删，那我一定成全你的啊，我人这么好。前面有个觉得我不敢告他的，我也去告他了啊，我最爱成全别人了。你就是想这样嘛？而且这道理也很简单，请问你如果在家里看到蟑螂，你是会选择把它打死，还是欢迎它住下来？因为波特老师反共，不知不觉看了好几年，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挺绿蓝，我觉得一样啊，孤丘迪博位而已，而且科被关这么久，越看越没有。如果一视同仁，绿和蓝不是很多也要抓进去关一关？罢免成功之后呢，以后一党独大真的比较好吗？柯文哲就是有犯罪才被羁押，这有什么好看没有的啊？罪犯不分政党，抓到就是会关，这很公平啊。你如果觉得其他政党有，那你拿出证据去检举嘛，不要只用感觉的嘛。而且台湾的选举制度没有办法让民进党一党独大，现在是台面上蓝白2党都亲共，所以蓝白才会被台派支持者讨厌好吗？他还说看我好几年，你这个账号我从后台看也才订阅3个月而已，哪里好几年？如果你真的看了好几年，但却分不出来台湾政党目前有谁是真正在守护台湾主权的，那我只能说你白看了，你都没有成长，都没有去思辨。但实际上你也没看那么久啦，硬要装资深观众，台独就台独，逼什么？统一后我要看你继续，而且实际不用等到那天了，我现在每周都在继续啊，一时台独一时爽，一直台独一直爽。然后再次强调，不是统一，你是侵略，台湾从来没有一刻是被中共政权管过的。立刻到我影片，说明了微点选链接，或是用我的优惠代码 Potter King 就能获得独家优惠。订阅6年方案再加送免费新个月使用，上网的报表说上 VPN 推荐给各位。赶快点选影片相关连结 ，Surfshark.com/PorterKing。